萧炎在答应玄空子会全力以赴后，一走出大殿就直奔丹塔的底层通道，没打算和曹颖他们多聊。但曹颖却叫住了他，想和他聊聊，但萧炎因为有急事就婉拒了。宋清看到这情况，就建议曹颖继续他们之前没完成的丹药炼制。萧炎跟他们打了个招呼，说可能要闭关几天，等丹会开始再好好聊聊，然后就匆匆离开了。曹颖对萧炎的拒绝有点意外，因为他很少被人拒绝。宋清看着曹颖对萧炎的兴趣，心里有点不是滋味。他一直把曹颖看作自己的专属，不允许别人接近。他虽然对萧炎的5大家族考核冠军身份不以为然，但心里已经开始把萧炎当作潜在的对手。他心里暗想，如果萧炎挡了他的路，他可不会手软。萧炎并不知道，即使他迅速避开，宋清还是对他产生了敌意。萧炎沿着来时的路，在丹塔里转了近1个小时，才回到圣长老安排的住处。丹塔里人来人往，都是丹塔的炼药师，其中不乏大师级人物，可以说是藏龙卧虎。回到住处，萧炎和小医仙他们打了个招呼，就进了自己的房间。他在床上盘坐调息，拿出了玄空子给他的淡灰色卷轴。卷轴一打开，就散发出一股无形波动，这是灵魂印记的气息。萧炎将卷轴贴在额头上，一股信息如潮水般涌入他的脑海。信息涌入完毕后，萧炎放下卷轴，开始整理这些奇异的信息。整理了好一会儿，他才睁开眼睛，眼中闪烁着光芒。这些信息是曹颖修炼的魂技，名为魂手印，是一种玄阶高级的魂技。虽然不是最高阶，但也相当不错。萧炎之前已经领教过他的威力，而且魂技因为稀少，战斗时能出其不意。最重要的是，魂手印能让萧炎学会如何最大化的施展灵魂力量，而不仅仅依靠灵魂力量的强度。魂手印分为3印，萧炎只从曹颖那里学到了第1印，但现在卷轴上有完整的记载。萧炎沉思着，魂技的施展需要手印配合，与斗技有所不同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开始按照记忆中的印诀变换手印。他的手印变化缓慢，眉心的灵魂力量也随之凝聚。萧炎一遍又一遍地练习手印，虽然枯燥，但这是掌握魂技或斗技的唯一途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掌心的能量波动越来越熟练。在他完全沉浸在修炼中时，一道细微的呢喃声似乎不受控制地从他嘴唇间传出。随着这无名口诀的出现，房间内的空间微微波动，一缕缕极淡的灵气从空间中渗透而出，缓缓进入萧炎的眉心。这一切变化，萧炎都没有察觉，他只感觉到对灵魂的操控变得越来越顺手，结印间的滞涩感也淡化了许多。房间内只有那仿佛梵音般的低喃声轻轻回荡。时间如流水，萧炎不知道，他这一修炼就是将近10日。10日内，因为丹会的即将举办，圣丹城的人流量激增，到处都可以看到无数人流。人流量的增加自然带来了麻烦，但丹塔维护秩序的能力很强，所以没有出现暴乱。随着丹会的临近，整座圣丹城都处于沸腾状态。丹会不仅是丹域，也是整个中州的一大盛事，无数炼药师梦想在丹会上大放异彩，成为万众瞩目的新星。当然，在沸腾之下也少不了暗流。此次丹会因为3000焰炎火的缘故，众多势力都派出了炼药师，明显是对3000焰炎火志在必得。这次的丹会将成为无数优秀炼药师毕生修炼的竞技场，无数炼药师将在这场丹会上一争高下。在全城沸腾中，时间终于走到了丹会开始的最后一天。而在丹塔的一个房间中，萧炎在安静的房间中修炼。当他睁开眼睛时，房间内突然充满了奇异的波动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双手迅速结印，一道道残影伴随着手印舞动，掌心中的灵魂力量迅速凝聚成无形掌印。他完美的完成了3道不同的掌印，熟练程度不亚于曹颖。完成后，他吐出一口浊气，脸上泛起淡淡的荧光，随后迅速消失。萧炎站起身，感到灵魂中的灵气比以往更加充盈，甚至感觉到了灵魂中的细微阻塞。他意识到这可能是灵境屏障，但他有信心突破这层屏障，成为一名炼药宗师。整理好衣衫后，萧炎走出房间，看到小医仙在外面守候。小医仙告诉他，曹颖曾来找过他，但被他挡了回去。萧炎表示他和曹颖不熟，也不想和他走得太近。他询问丹会何时开始，得知是明天，感到时间过得很快。他还想到自己还缺一株药材，今天必须想办法弄到手。这时，叶仲、星兰和天火尊者带着药材进来，解决了萧炎的燃眉之急。萧炎惊喜地发现，他们带来的正是他需要的万年青灵藤和血晶腰果。叶仲解释说，这些药材是丹塔一位长老主动送来的。萧炎猜测这背后有玄空子的命令，他感激地收下药材，决定将来有机会再回报玄空子。叶仲提到，这次丹会的参赛人数可能是史上最多的，许多成名老怪也来参加，都是为了3000焰炎火。萧炎知道这次丹会不会轻易，但他还是决定尽力而为，争取不辜负老师的名声。第2天，圣丹城沸腾起来，所有人都在等待丹会的开始。萧炎穿着丹塔特配的紫色炼药师袍服，显得郑重其事。小医仙等人见到他这副打扮，也感到新鲜。萧炎整理好衣袍，
带着小一仙等人前往丹会现场。为了这一天，萧炎已经等待了3年，现在正是他展现自己的时候。丹会的举办地点在内域北区，这里早已被人群占据。萧炎等人到达时，只能看到无尽的人头和听到震天的喧哗声。他们站在一座建筑物上，看到广场上空悬浮着许多石台，这些石台是参赛者的最后席位。叶仲解释说，丹会规模宏大，不是所有参与者都有资格登台，必须通过2大选拔关卡。第一关是幻境关卡，参赛者需要穿越一片被幻魂兽气体扭曲的空间，这些气体能阻碍视线和灵魂探知，空间内迷宫般复杂，一旦迷失方向或超时未出，就会失去参赛资格。第二关是丹界，一个由斗圣强者创造的空间，里面充满了珍稀药材，参赛者需要收集指定药材，换取空间石后才能参加最后比试。萧炎对丹会的选拔方式感到惊奇，认为这能筛选出真正的精锐。叶仲还提到，丹界中发生的事，丹塔一般不插手，参赛者可以在里面自由行动，包括对付敌人。这时，钟声响起，天地间变得安静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广场东面的高台上，丹塔高层将在那里出现。玄空子和其他2位巨头出现，他们的地位在斗气大陆上声名显赫。玄空子宣布丹会开始，并介绍了3个步骤的选拔。本届冠军不仅能获得丹塔巨头候选者名额，还能得到1卷远古的灵魂修炼之法，这让所有炼药师都激动不已。萧炎也感到热血沸腾，决心要争取冠军。随着玄空子的宣布，所有5品以上的参赛者开始进入第1关灵魂幻境。萧炎在小一仙等人的加油声中也深吸一口气，毫不犹豫地进入了深灰色的扭曲空间。丹会的竞争就此正式开始。在高台上，玄空子和其他2位丹塔巨头观察着众多参赛者进入幻境关卡。玄空子觉得这一届丹会有些不同寻常，一些成名的老炼药师也来参加了。皮肤黝黑的老者解释说，这是因为3000焰炎火的吸引力，而美妇则认为年轻一辈的实力不容小觑，老炼药师们可能会失望而归。玄空子特别提到了萧炎，表示好奇他能走多远。当提及萧炎的老师药尘时，美妇有所触动，虽然表面上对药尘的困境不以为意，但实际上他一直在暗中寻找药尘的下落。玄空子提议丹会结束后帮助药尘，美妇虽然嘴上强硬，但内心显然也关心药尘。与此同时，萧炎进入了幻境关卡，感受到胸口等级徽章的奇异波动，被吸入了扭曲空间。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深灰色的奇异空间，视线和灵魂感知都受到了限制。萧炎没有贸然行动，而是释放出灵魂力量，探知周围环境。他意识到这里的幻象可能与心中的所想有关，因此提高了警惕。在幻境中，萧炎遇到了多个幻象，包括药老、亲人和朋友，但他没有被这些幻象迷惑，坚定地继续前行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，他终于找到了通往丹界的空间通道，这是他通往下一关的关键。萧炎的冷静和强大的灵魂力量帮助他克服了幻境关卡的挑战，展现了他作为炼药师的实力和决心。在空间通道前的空地上，已经聚集了不少通过幻境关卡的参赛者。这些参赛者气息强大，各自警戒，只有少数人3、3、2、2聚在一起，但同样对其他人保持戒心。萧炎的出现引起了众人的注意，但他并没有接近曹颖和宋清，而是选择保持距离，独自坐下。他意识到在丹界中最大的敌人可能是其他参赛者，因此决定单独行动。曹颖对萧炎的冷淡感到不悦，而宋清则松了一口气。萧炎注意到了一位骑在巨龟上的老者，他是丹塔的人员，负责分发任务药单、丹界地图和空间石。老者解释了这些物品的用途，并提醒参赛者丹界中的危险，包括强大的魔兽和竞争者。他强调丹会是一场真正的血拼竞技场，只有战到最后的人才能成为冠军。萧炎没有急于进入丹界，而是观察其他人的行动。当曹颖和宋清进入后，他才起身准备进入。这时，他的老对手陈贤出现了，2人互相威胁。陈贤进入丹界后，萧炎也紧随其后，心中充满了杀意，决心要取陈贤的性命。萧炎从奇龟老者那里领取了必要的物品，然后踏入空间通道，消失在了扭曲的黑洞中，准备迎接丹界的挑战。